公章一换，全网读懂了，诚意这步棋下得有多稳。我先问你一个事儿，假设啊，纯假设，有一天有个人凑过来跟你说，哥们，我跟诚意的化妆师一起吃过饭，我还认识他助理，你要是想跟诚意谈个合作，要个资源，走我这条线，分分钟的事。你信不信？我跟你讲，就这么一句话，背后能骗走多少钱，能让多少人栽跟头，你都想不到。而诚意工作室这次发的那份声明，等于当着全网的面，把这条路给彻底焊死了。8个字，认章不认人。今天这期我太想聊了，因为这事儿表面看就是个明星维权的小新闻，对吧？但你往里一扒，里头藏着3层东西，一层比一层有意思。我们一个一个来。行，事情是这样的。6月2号，诚意工作室发了一份严正声明，大意就是说，近期网上有些人恶意编排、传播跟诚意商务合作有关的诽谤性内容，工作室已经完成取证，委托律师维权。这部分我后面会回来说，先按下。重点是声明里那句话，诚意先生的所有商务合作必须事先拿到工作室盖章的授权书，凡是没盖章的洽谈，一律跟诚意本人和工作室无关。然后细心的网友发现了一个细节，这份声明落款的那枚公章变了，从大家熟悉的永康奇缘影视文化工作室换成了厦门晨起奇缘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这里我得补一个背景，不然你听不懂后面。诚意的商业布局其实早得很，2018年等等，我确认一下年份啊，凭印象说怕说错，对，2018年1月，他就以本名傅诗琪在浙江永康注册了永康奇缘影视文化工作室，这是个人独资企业。后来2023年又在厦门注册了厦门晨起奇缘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自己持股 99%。到2026年1月，他跟前经纪公司欢瑞世纪那份10年的经纪合约自然到期了。注意我用的词，自然到期。双方确认不再续约，和平终止，没有纠纷。从那之后，工作室的章就从前司的公司章换成了自己的独立章。所以你看，这不是临时拍脑袋的决定，这是一步一步稳稳当当走出来的。说白了，这是下了好几年的一盘大棋，弃子也好，布局也好，到今天才把将军那一步走出来。好，背景铺完了，现在进第一层，公章到底意味着什么？你可能觉得不就是个章吗？有那么玄乎？我跟你讲，在中国的商业逻辑里，公章这个东西分量很重，你千万别小看它。在西方，一份合同有没有效力，核心看签名，看的是这个人。可在中国的商业习惯里，咱们有句老话叫认章不认人。一份文件盖了公章，它就生效。这枚章等于一家公司对外意志的出口，是权力的凭证。这点跑不掉，搞商业的都懂。所以诚意手里握着这枚章，意味着什么？翻译成人话就是，他成了那个唯一能为自己盖章的人。以前合作要走前司的章，意志的经过别人，现在选剧的终审，商务的拍板，这个盖章权在他自己手里。这不只是法人变更那么简单，这是实打实的权力转移。我这么跟你说吧，演员这一行最值钱的从来不是某一部戏的片酬，而是那个我能决定我自己接什么的权利。火候到了，食材好，厨子也好，这道菜才越品越有味。诚意现在就是自己当家的那个厨子。那么问题来了，哦对，在往下说之前，我得先停一下，做个事儿。下面我先把反方的声音整理一下啊，不是我的观点，你听完整再判断。网上有种声音是这么说的，公章悄悄换，不大张旗鼓的公告，是不是说明这里头有什么不能说的内情？是不是离开前司其实没那么和平？我把这个声音放在这儿，但接下来咱们用事实说话。第一，法律层面，合约是2026年1月自然到期，这是有据可查的，双方确认不续约，无纠纷。第二，低调换章恰恰是专业的表现，商业上的法律动作本来就讲究稳扎稳打，程序优先，
不是开演唱会，用不着敲锣打鼓。第三，你回头看那条2018到2023再到2026的时间线，一个临时起意的人会提前5年、8年布好局吗？不会的。所以这种悄然，我倒觉得是底气，是务实，是方向感很准的那种从容。懂行的都知道，这种事不是一时冲动能办成的。行，反方说完了，咱们继续往深里走。第二层，也是我今天最想聊的，关系链骗局。回到开头那个假设，我认识他助理，我跟他化妆师吃过饭，这套话术在娱乐圈里有个不太好听的别名，叫关系链营销。骗子的逻辑是这样的，我不需要真的认识明星，我只需要让你相信我能搭上线。一旦你信了，后面要资源，要合作，甚至直接要钱，门就开了。你想想看，这种骗局最毒的地方在哪？他专门钻信任的空子。粉丝爱一个艺人，自然容易对跟他沾边的人放下戒心。骗子要的就是这个。那诚意工作室这句认章不认人，厉害在哪？他等于一刀把这整条链子从根上切断了。他在告诉所有人，别管你认识谁，跟谁吃过饭，跟哪个助理熟，没有这枚章盖的授权书，统统不算数。这逻辑 hold 得特别稳。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这步操作保护的根本不是诚意自己，诚意自己被骗的概率能有多大？他保护的是那些可能因为太爱他而容易被骗的人，是粉丝，是合作方，是普通观众。一个团队愿意主动站出来，把规则讲得这么死，这么明白，这本身就是一种责任感。所以我特别想跟诚意的粉丝说一句，你们一直觉得这个团队靠谱，你们是对的。这种把丑话说在前头的护短方式，不是冷冰冰，恰恰是最实在的疼。好，第三层。这一层咱们把视角拉高，从诚意一个人看到整个行业，维权速度正在变成顶流团队的新 KPI。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变化？这2年头部艺人的团队维权打法完全不一样了。以前是什么？发个律师函，警告保留追究权利，口头吓唬一下，完事。现在呢？是取证已完成证据固定已委托律师。这部分数据我得说我不是100%掌握每个细节哈，但大方向我可以确定，维权进入技术化时代了，反应更快，法律更专业，指向更明确。诚意这次就是这个趋势里一个特别典型的样本。离开前司之后，他们工作室的维权速度肉眼可见地快了。粉丝都在夸，说告黑速度太给力了。这背后其实是整个行业的一个深层逻辑，现在大家越来越把一个好演员当成一种抗周期的资产来经营。什么意思？就是市场再怎么起起落落，流量再怎么换来换去，一个有作品、有口碑、零负面的演员，他的价值是稳的，是长期价值股那种稳。那既然是资产，你就得保护它，得给它配最专业的安保。快速维权就是这套安保系统的一部分。所以你看诚意现在走的这条路，双轨运营、握紧公章、快速维权、自主选剧，这哪是被动应对啊，这是在主动给自己建一座护城河。这是高手开局的下法。我个人是真的觉得他在专业化这件事上是走在前面的。好，差不多该收了。但是这件事还有另一面，我留到下期。我刚才一直在说工作室加有限公司的双轨结构，对吧？其实这个结构里藏着一个一直没人细聊的细节，一个个人独资的工作室和一个他持股 99% 的有限公司，这2个壳子为什么要同时留着？分别用来装什么？这背后牵扯到的是风险隔离，是税务，是未来如果他想做制片，做自己的项目时的整个底层设计。这个我下期专门开一期，好好给你拆。最后说一句，从永康奇缘到晨起奇缘，变得不只是公章上那几个字，变的是一个人怎么一步一步把自己事业的主动权稳稳当当地攥回到了自己手里。懂他的人会懂。今天这期就到这儿，下期见。